在中国80%的城市孩子能上大学，但是在农村只有5%的孩子才有机会。而且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教育质量的差别也一直很大，有很多组织正在改变这种状况。Teach for China 美丽中国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我以前做过英语老师，所以我对这种教育项目很感兴趣。今天我来到云南保山的老营中学来了解一下这个项目。美丽中国安排中国和美国大学毕业生或者工作的人去农村地区支教，他们会在那里工作2年。他们的目标就是让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可以有像北京或者上海的同龄孩子们一样的机会。来宝山之前，曾老师在上海做过咨询顾问的工作，当时他的工资比现在高很多。那为什么会放弃上海那么好的工作来这边支教呢？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放弃，而是更多的获得。因为以前的工作可能让我挣的很多，物质上会得到满足，但是这份工作让我的心灵得到更多的满足。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影响这么多人，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的人生和世界。美丽中国项目的老师们必须得在一个学校生活2年，这是祖老师参加美丽中国项目的第1年。您觉得这种生活值得吗？我觉得我来到支教项目学校之前，我自己心里已经有了较多的心理准备，适应这边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祖老师在大学读的专业是教育，而且在北京他已经教过学，但是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学到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美丽中国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是叫影响力。影响力的话，就不仅是局限于孩子们在学习上的这种学业成就，更多的也希望他们把这种在学校里面学习的这种影响力能够辐射到家庭和社区里面去。在这种偏远的农村教学和在大城市教学有什么不同？在农村这个山区的学校，孩子们的在小学里面接受的组织性、纪律性可能不是那么强，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支教老师来说，首先要教会的是孩子们如何去适应一个集体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在云南我支教这个学校，孩子们的学习热情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识到了教育是他们走出这个山村的比较现实也比较可能的一条路径吧。在老营中学，大部分的学生都会住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老师们也住在学校里。来自美国的 Rachel 老师带我到她的宿舍看一看。我很喜欢帮助其他人，我小的时候就有这种特点，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想要找一个服务性的工作。我的大学专业是国际关系和中文，所以我就想要把这2个能力抓在一起，然后找一个工作可以培养这种能力。你觉得在这边工作教学困难吗？我认为支教是世界上最难的工作，管理学生很难。有几个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好，然后有几个学生他们很懒，就不想要读书，不想要学，然后你要花很长时间自己想我怎么可以鼓励他们来学习，鼓励他们留着在学校，好好学。我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来这里我没有其他的外国朋友，很难跟本地老师沟通或者学生沟通。有的时候我有那个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您觉得在这边支教对您的中文水平提高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提高了很多，我现在有更多自信。我就如果有其他人跟我说中文，
不是那么紧张，我就可以很顺利的回答问题。在这里工作有苦也有甜，虽然环境有点不容易，但是一旦看到孩子们有进步，老师们还是觉得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